这是一枚价值1个亿的美食金币，入口香甜丝滑，好吃到让人根本停不下来。而它不仅是美食赌场里的筹码，更能在饥饿时直接作为食物补充能量。阿鲁没有丝毫迟疑，直接拿出了无限金额的美食黑卡，随手一刷就简简单单爆出了10亿金币。美食金币就像白菜一样堆得满地都是，但相比于阿鲁的阔气张扬，可可则是低调了许多。他只换了1枚金币，但这1枚的价值就高达1000万。阿鲁看的口水都要流了出来，可可却表示这枚金币不能吃，因为他要拿着这枚金币去干一件大事。很快，一行人来到百面老虎机前，顾名思义，这台机器拥有超过100种的图案，每秒钟就能够转动上千次。只有当按下后出现的图案完全一致，才能赢取赌场的终极大奖。可可淡定地坐在老虎机的面前，只见他将那枚价值1000万的金币缓缓投入，下一秒，老虎机的所有面都开始转动起来，速度快到直接让小松亚麻呆住了。普通人根本看不清上面都闪过了什么，可可却微微一笑，随后把目光精准锁定在高速旋转的机器上。原本还眼花缭乱的图案，此刻在他的眼里就如同慢动作回放一般。可可没有丝毫犹豫，当机立断地按下了按钮，1个鸡腿，2个鸡腿，3个鸡腿。随着一个个相同的鸡腿图案整齐出现在同一条直线上，围观的吃瓜群众也开始躁动起来。可越到后面，老虎机的转速也就越快。阿鲁提醒可可要谨慎，可可却面不改色，手上的速度反而变得更快了。在小松震惊的目光中，转盘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拳。可可微微皱眉，随即果断地按下按钮，依旧是鸡腿。全场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，这是美食赌场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赢下终极大奖。不过可可却是对大奖不感兴趣。不出所料，他们的举动已经引起了赌场的注意。工作人员反复回放刚才的监控画面，严重怀疑可可等人出老千了，可结果却没有发现任何破绽。如果再任由他们这么玩下去，赌场马上就会破产。得知消息的赌场老板来不缓缓起身，对于4大天王中最强2位的到来，他的嘴角竟流出了一丝垂涎。由于可可等人赢得实在太多，赌场只能把奖金兑换成了顶级食材。这时工作人员恭敬地走来，邀请众人前去 VIP 包厢，因为那里才是真正的天堂。可可微微一笑，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众人跟随着工作人员来到了一幅画前，随着对方按下隐藏的开关，一条暗门悄然出现在众人的眼前，只要通过这里就可以到达 VIP 包厢。据领头的小弟所说，在 VIP 的包厢里最小的赌注就是人命。当小哥拉开帘幕后，一个男人突然捂着嘴巴痛苦地跪倒在小松面前。小松下意识想上前搀扶，可下一秒男人的皮肤就变成了深紫色，显然是中了剧毒的反应。当他们走进大厅内部，果然和外面截然不同，有人正从满是鲨鱼的水池上方走独木桥，还有人拿着斧头大战吃人西瓜，甚至还有人被迫和3眼巨牛比奔跑速度。而这些人都是赌桌上的活筹码，他们都是因欠下巨额债务，只能通过以身入局的方式妄想一夜翻身。接着小哥将众人带到了一张赌桌前，桌子上摆放着一串剧毒蓝莓，这种蓝莓每串有10颗，但是只有1颗含有剧毒，规则和俄罗斯轮盘如出一辙。小哥笑着让可可也来试试，可可微微一笑，这种小把戏对他而言完全没有压力。身为毒属性能力者的他早就百毒不侵，可突然一个巨大的身影骤然笼罩住所有人，强大的压迫感瞬间弥漫开来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赌场的终极大 buff。 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座赌场的设定本质是一个用美食包装的资本猎场，核心逻辑分为3层。第一层是货币通缩，筹码即食物且价值悬殊，把吃和赌捆绑，让饱腹与输赢互为陷阱，模糊了生存需求与贪婪欲望。第二层是分层收割，老虎机看似公平，但 VIP 暗门后赌注却直接变成人命。鲨鱼死斗等项目暴露了赌场的真实面目，只求观赏人在绝境中的挣扎取乐。第3层是绝对掌控，老板明知可可2人是4大天王，还主动设下蓝莓赌局，证明所有赌局都是为他俩量身定做的试探。这里最小的筹码是人命，最大的筹码则是强者本身。赌场的最终目的是把强者也变成赌桌上的菜点。